好，那在正式进入 MVC 教学之前，那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ASP.NET Core MVC 的 MVC 到底是什么呢？那我这个系列叫做 ASP.NET Core MVC 的入门教学。那前面 ASP.NET Core 它是一个微软发展的一个技术框架技术的一个名称。那我们就是拿这一套技术不管是我之前教的写后端，或者是今天要教的这个网站 MVC 都是用这一套技术来写的。那后面的 MVC 又是什么呢？其实 MVC 它是一个软体的设计模式。那软体设计模式有很多种那其中一种就是今天的 MVC 这种那微软的这个 ASP.NET Core MVC 它都冠名 MVC 了，也就是说它今天这个网站它就是用 MVC 的设计模式来去做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是要用这个 ASP.NET Core MVC， 我们当然要大概了解一下 MVC 的设计模式大概的概念是怎样。那你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我再教再写，你才知道为什么网站好好的网站要搞成这么复杂呢？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呢？那如果你有想要再更深入研究 MVC 的设计架构模式到底是什么其实你可以在网络上找，这已经是相当久的一个设计模式了，所以资料很多，我这边就不细讲了。那我这边就大略的先讲一下。首先我们一般可能比较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使用者看到某一个网页，然后开发者基本上就是写对应的一个网页档。那使用者比如说要求我想看到 ABC 的这个网页，那我可能后面就有一个 ABC 的网页档，那网址可能是 ABC， 然后对应过去有个 ABC 档，然后 ABC 档再把这个内容给 user 看。那这个比较直觉的一个开发模式，在我们的这一个微软的 ASP.NET 里面最经典的就是 Webform 的这个网站。那我这边的话就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边预设先从预设档这边有一个预设的网页，它就会呈现这个网页内容。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增加一个 ABC 的这一个网页呢，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这边很简单，我们就是新增一个 ABC ASPX 的这个档案。那我们这边就放上一个 ABC， 那这边的话网址要怎么打呢？就打 ABC， 那就会读到相对应的档案。所以这样的一个架构非常直觉，你要写什么网址的网页，那你就写一个对应名称的这个档案，就会去读到这个档。那 Webform 也是相当简单直觉的。那你今天程式部分要写在哪里呢？这边打开之后就有一个写程式的地方。那我这边简单写了一个程式，就是 AAA 的内文要等于123。那这边是一个text bus， 那也就是说这个 text bus 里面它的值会变成123，那其实刚刚就已经看到了就很直觉很简单。我的程式在这个档案下面，然后这边就可以写你要的程式。那要怎么把它吐回前面呢？基本上在这边写写对应的 ID， 那这边的这个元件就会有相对应的值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样的一个架构非常简单。所以可能在以前在学习的时候有两个可以挑，就是 Webform 跟 MVC。 那大家可能一开始看到 MVC 就觉得架构很不直觉很复杂所以基本上两者一比较起来，可能就会选择 Webform 来做开发，就不会选择 MVC。 但是今天在 Code 的时代已经没有 Webform 了，那其实 Webform 也有很多设计上的缺陷所以说今天我们这边在 ASP.NET Code 这边会选择 MVC 来做一个开发。好，这个是以前比较单纯的模式是这样走。那这样写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其实 Webform 的很多问题网络上也讲了很多了，我这边就不讲了。好，那今天我们再来讲到 MVC 设计模式是怎样呢？那这个是以下的一个概念图概念就感觉比上面复杂很多。今天我们 user 打了一串网址之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MVC 3个档案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是怎样？我们
user 可能要求了一个网址，然后就会走到对应的 controller， 那 controller 这边会跟 model 有个联系，那 model 是负责跟资料库要资料的把这个资料给 model 之后 model 再给 controller 再把这些资料丢给 view， 如果 view 有需要这些资料的话，那 view 最后再把它给呈现出来，然后再给使用者去做一个看到，所以这一连串的过程就是一个 MVC 整个一个沟通。那这样看起来其实一看就觉得好复杂。那这边其实你不用怕，因为在我们 ASP.NET Core MVC 的这个架构里面，其实你只要记住相对应的规则，那就很简单了。那只是一开始可能你不了解规则的时候会觉得很复杂很难写，但是在 Core 这边基本上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稍微记一下规则，接下来就都很好开发了不像以前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写 Java 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流行一个 MVC 的架构，但是 Java 在写 MVC 那时候我进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今天 MVC 其实是3个档案，那这3个档案之间要怎么去做沟通？在十几年前我写 Java 那个时代，这个之间的沟通的程式逻辑你要自己去做一个实现。那个时候一开始根本也连 MVC 是什么设计模式都不懂，那你又要怎么去实现它三者之间的沟通？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进入就很痛苦。那在我们 ASP.NET 这边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不会因为今天在 ASP.NET Core 这边他们3个之间怎么去沟通已经写好了就是内部已经写好，你只要专注的知道这个架构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他们怎么沟通 ASP.NET Core 已经帮你写好了，你只要专心写你的画面，专心写你的逻辑程式，专心写你怎么取资料就 OK 了。那至于这3者之间的资料怎么流通， ASP.NET Core MVC 已经帮你写好了，所以这边你就不用太担心，你只要记住规则，记住架构，你就可以开发 ASP.NET Core MVC 了。那我们这边就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一个 ASP.NET Core MVC 的这个架构。那这边的话有 M 有 V 有 C， 那就是最基础的 MVC 的架构，那未来当然会衍生很多档案，那这个是最基础的。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很不直觉，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今天先把网页启动起来，那这个网页到底是这个档案里面哪一页呢？其实就很难看到呢。我想说是不是就是 index 这一页？那我们这时候打上 index 就会发现找不到网页。那其实它的网址是什么呢？它的网址是 home index， 会导到 index 这一页。那如果我们这个就会导到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它也是有某种规则的我只要对应的名字就会导到对应的那一页。那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加一个 ABC， 是不是我们这边再复制一个 ABC， 取名一个 ABC 的档案，就可以导到 ABC 这一页呢？答案不是的，因为它有某一个规则，你这样子还没有满足它的规则。什么规则呢？今天这边 MVC 之间它要怎么去沟通它已经帮你写好了，但是你要记住它沟通的规则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这边第一个网址是 home 它对应的就是你 controller 的这个 home 的这个档案。那这个档案里面可以看到它有2个方法，那我们今天还缺的一项规则就是 ABC 的方法。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简单来讲一下，以后会讲得更清楚，今天只是简单先介绍一下就拿我之前这个图，今天我们 user 要求了一个 home ABC 的网址，那第一个首先会先进入 controller， 那 controller 这边就会有这3个方法，那我们今天要求的是 home ABC 的这个网址，所以它就会找到 ABC 的这个方法，然后回传这个 view。那到底回传哪个 view 呢？它就有一个规则，今天你这个方法叫 ABC， 所以你回传的 view 就是在 view 的这个资料夹 home 的资料夹底下的 ABC 这个档。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样子把这个方法加上去之后，它就找得到符合它的规则。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刚刚找不到的 ABC 的这个网页，这个时候就找到了。那我们这边稍微改一下这里面改成 ABC
证明真的就是这一页。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有没有看到 ABC 网页内容就是 ABC？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在 ASP.NET 的 Core MVC 怎么去新增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则，就可以正确的新增出新的一页。那到底之间这三者怎么去沟通基本上你不用理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则这个模式，就可以继续的开发 MVC 下去。那今天这边就是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其实不用怕，真的只是一开始觉得很不直觉，但是这个你只要记住一下它的规则架构，接下来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做 MVC 的开发。那所以说今天这个影片只是先简单讲一下 MVC 是什么，然后它在我们这个 Core 里面建一个 APC 的档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接下来当然就会更详细的去介绍MVC 相关的页面怎么去实作，或者是一些延伸的这一个撰写的技巧。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